蓝湛听过后皱了皱眉，伸手到琴底动了动，然后再次拨弄了一下琴弦，微蹙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。蓝湛，看来你是真的会。魏无羡也是学过笛子的人，马上就听出蓝湛这是在调音，那我就放心啦。蓝湛摸了摸这架紫檀古琴，还是觉得不太对劲，似乎觉得有些不顺手。不过这的确是一架好琴，音色做工都很不错，不愧是彩逸轩提供的。怎么样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姚小姐看他们装模作样的随便拨弄了2下琴，装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，心里嗤之以鼻，面上却仍然不显。魏无羡走到一边，将台子留给蓝湛，一边笑着握拳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蓝二哥哥，加油哦！蓝湛微微睁大了眼，魏英妮，叫我怎么啦？魏无羡笑吟吟地看着他，叫你二少太见外了。蓝二哥哥这个称呼你喜欢吗？蓝湛觉得自己的耳根热热的，想起自己也叫过这个人羡哥哥，低头看着琴弦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哪怕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应该是比魏无羡大，可乍一听魏无羡叫他哥哥，一时间心里又不习惯，又有一丝欣喜。长长的眼睫遮去了瞳中的温情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按压在琴弦上，深深吐出一口气，悦耳的琴音顿时从古琴上倾泻下来。众人呆若木鸡，魏无羡拼命忍着笑，但是他肚子都要笑痛了。他万万没想到蓝湛居然这么听他的话，说弹小星星就弹小星星。6岁的蓝湛原来这么乖的吗？要不是不想打断蓝湛的表演，魏无羡都想上去抱抱他了。蓝湛弹得越来越流畅，简单的一首小星星在他的随意发挥下，还多了不少锦上添花的伴音，而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旋律。他一双白净修长的手似乎正是为了琴而生，看得魏无羡目不转睛。一曲毕后，蓝湛静了静，然后立刻看向魏无羡，琉璃色的眼里似乎在问他自己弹得好不好。魏无羡当然啪啪鼓掌，鼓得十分卖力。蓝二哥哥最厉害了，弹得真好。听到魏无羡的赞美，蓝湛嘴角轻轻勾了勾，若不仔细看，定然看不出来他神色的变化，但魏无羡却能感觉到他很高兴。他仿佛认为这首曲子只是为自己弹的，而其他人根本就不存在一般。魏无羡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姚小姐面上露出果然如此的讽刺笑容来，不过就是一首小星星，你们是在逗我玩？真正的蓝忘机蓝二少爷能弹出这种东西来，果然是你们冒充云深的二公子，你知不知道你们得罪了多少人？我看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呵，姚小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有多大脸？就凭你配听蓝二少给你弹什么高深的曲子吗？我告诉你，给你弹一首小星星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要不然你不喜欢的话，换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你啊。魏无羡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颇为不屑。姚小姐已经不屑陪他们演戏了，直接朗声说，魏无羡，还有这位冒充蓝忘机的先生，我已经联系了蓝陵集团的金光瑶金副总，他说蓝忘机在蓝家好好的，根本就没有出过蓝家。那请问你又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呢？他好友皱了下眉，之前姚小姐明明没有说这话是金光瑶讲的，而是他父亲姚董查到的消息。但现在他也来不及想为什么姚小姐会混淆信息了，反正这位肯定是假的，是谁说的已经不重要了。魏无羡心里咯噔一声，他没想到姚小姐竟然真的能够联系到金光瑶，而金光瑶与蓝曦臣关系匪浅，应该是知道真正的蓝忘机的情况的。可他看到蓝湛一个人坐在古琴前的模样，心疼得不得了，强硬开口道，呵，姚小姐，你这是上下嘴皮一碰随便乱说呀？金光瑶又不在这里，就凭你一句话就能否认蓝二少的身份？你说他没出过蓝家就没出过，你亲眼看见的，有本事你让金光瑶过来指着他说这位蓝二少是冒充的，否则你凭什么在这里造谣？姚小姐丝毫不怵，她将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小心翼翼地请到前面来，十分尊敬地说，这位是我父亲的一位老友秦老先生，他当年可是与蓝家的蓝启仁教授一同学习古琴的。虽然他没有见过蓝二少，但是蓝二少的琴可是蓝启仁教授亲手教的。秦老先生，您说这位蓝二少刚刚弹的小星星如何？秦老先生面上露出尴尬之色，他虽然与蓝启仁算是同门，但蓝启仁要比他厉害不少，
而且他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。秦老先生也从来不愿拿自己是蓝启仁同门的事出来博名声，只想好好的研究古琴谱。可姚董事长曾经救过他的独生子，救命之恩万不敢忘，所以这才答应参加他女儿的生日宴。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等着他。姚小姐看他犹豫不决的样子，轻声说：“秦大家，您可是古琴界的泰山北斗，您的儿子现在也是首屈一指的业界名人，您说的话大家都会相信的。”秦老先生知道他是在提醒自己当年姚家救自己儿子的事，于是终于开口：“这一首小星星弹得确实还可以，但是手法稍显稚嫩，像是初学者弹出来的曲子。而蓝二少听说已经学琴多年，断不会弹出这般水平。其实蓝湛弹的琴已经算是很好的了，虽然曲子很简单，但也能看出其中的功底。而且一开始蓝湛调试琴枕的手法十分娴熟，一次就校音成功，这是学了很久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。不过秦老先生还是发现开始的时候这个人旦的旋律不太熟练，绝不是弹琴十几年的人能弹得出来的，所以他也不算完全说了假话。想到这里，秦老先生才觉得心里稍显安慰。这个人并不是蓝忘机，所以他不是昧着良心在冤枉蓝启仁的亲侄儿。魏无羡也认识这个人，他的确是古琴大家。此话一出，大家尽皆没了怀疑，纷纷嘲讽地看着上台的蓝湛。蓝二哥哥魏无羡非常后悔，他没想到这个姚小姐的准备如此充分，竟然连秦老先生都能请得来。他想要走上台，直接把蓝湛带走，刚迈出一步，就见蓝湛又抚上了琴弦。蓝湛随手一拨，宁静悠远的旋律又一次在厅中回荡，伴随着窗外的几声清脆的鸟鸣，令吵吵嚷嚷的众人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。连秦老先生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了过去。古琴的琴音被称为太古之音，能够令人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而蓝湛这一次的曲子魏无羡并没有听过，但看他的手法像是蝴蝶穿花一般，行云流水，根本不像是只学了几年琴的模样。魏无羡有点惊喜地看着他，难不成蓝湛在慢慢地恢复记忆吗？而此刻彩衣轩的大门外，蓝曦臣匆匆下了车，正巧看到另一辆车上也下来一个人。阿瑶，你为何在此？蓝曦臣看到金光瑶非常意外，你也是得到忘机的消息前来的吗？二哥你怎么也？金光瑶同样意外地看着蓝曦臣，是我们一家子公司的姚董告诉我这里有人冒充忘机的身份，我不确定是不是，所以亲自过来看一下。本来想若是假的就不必告诉二哥，没想到二哥你居然也能收到消息。不，我觉得这一定是忘机。蓝曦臣十分笃定，因为蓝湛这个名字绝不可能有外人知道，连金光瑶都不曾知晓，而且江丰眠告诉他蓝忘机失忆的事，更令蓝曦臣心急如焚。刚刚在高架上堵车时，蓝曦臣差点都要下车跑过来了。这时彩衣轩的经理看到了蓝曦臣，赶忙迎了出来：“蓝总您怎么会到我这里来？”蓝曦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听见一声流畅的琴音：“